12年前，胡家迎来了一个男婴，父亲为他取名顺观，寄望他未来能顺顺当当走上仕途，光宗耀祖。只是谁也未曾想到，这个孩子日后被历史铭记的，并非顺观这个昵称，而是一个响彻晚清商界的名字——胡雪岩。今世孤儿寡母，终究是守不住那份田产的。不如把田产拿出来，由族里均分，也算是咱们做长辈的尽一份心，帮衬他们孤儿寡母渡过难关。父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过：“欲兴无家，其为顺儿乎？”可一个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放牛娃，凭什么撑起一个濒临破碎的家？过来，给你爹磕头。弟妹，陆权走得急，留下你们孤儿寡母实在不易。族里商议再三，想着你们那份田产先交由族里代管，等顺观长大成人再完好归还。元庆大哥，那几亩水田是陆权他爹传下来的家产，当年分家时字据写的明明白白，是陆权的私产。私产？没有族里的庇护，他胡陆权生病这些年，凭什么能守住这几亩田？弟妹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没啥见识，交给族里代管，全是为你们好。谁说我们孤儿寡母就守不住自家的田地了？顺观，大人议事，小孩子家别插嘴。这是我爹留下的，上面记着几笔未清的账。元庆大伯，道光10年，您向我爹借了20两银子，约定3年归还，如今分文未还。陆明书，道光12年您借了10两，道光14年又借了5两。还有胡老二叔，道光11年借了8两。够了！你一个毛头小子，懂什么账？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！大伯，这上面的字迹是我爹的亲笔，您若是不认，我可以立刻去请隔壁村的张秀才来辨认。你这个小崽子，真是不识好歹！我爹若是真欠了族里的，拿田产抵偿，我毫无怨言。但你们欠了我爹的，这些账也记得一清二楚。谁要是敢硬抢，我便去县衙敲登闻鼓，告你们私占孤寡田产。大清律写的明明白白，私占孤寡田产者，杖80，流放3000里。好得很。胡陆权这一生，竟养出个这般有胆的好儿子。小子，你记住，这世上的账从来都不只是账本上记着的那些，人情世故、恩怨往来，比纸上的数目复杂得多。顺儿，你哪来的账本？你爹他怎么从没跟我说过？爹走之前悄悄交给我的。去年夏天，有个采药的老头在我家门口歇脚。他说，黄金需经过9蒸9晒的反复炮制，生涩之味才能褪去，化作满口甘甜。做事也和炮制黄金一样，急不得，需慢慢来。你是哪家的孩子？一个人在这山上干嘛？我姓胡，我在给东家放牛。哦，是那个做沙船生意的胡家？那都是从前的事儿了。如今我爹不在，只求能有口饭吃。你识字吗？识得一些，都是我爹教的。那你看看这上面的账算的对不对？数目是对的，只是这个银字写错了，右脚少了1撇。哟，你小子眼睛可真毒！我姓蒋，在杭州开杂货铺，认识你爹。
你哪天要是去杭州，尽管去找我。蒋老板，你是？绩溪来的。去年夏天，在山道上，您给过我2个干饼和20文钱。哎呦，是你小子，那个放牛的孩子，你怎么跑到杭州来了？我想到杭州找份活干。我记得您说过，来杭州可以找您，就想着来碰碰运气。杭州城这么大，一个13岁的孩子，凭着一句客套话就敢找上门来，这份胆量和心气，不是人人都有的。你倒是有心。行，既然来了，就在我这儿干吧。爹，又招了个小安徽，咱们店都快成安徽会馆了。闭嘴！人家大老远投奔我，我不能寒了人心。先去把后院的黄豆晒了，从明天起，扫地、擦柜、倒夜壶，什么活都得能干。每月工钱100文，管吃管住。多谢老板。爹，您倒是心善。你懂什么？这个孩子跟别的小伙计不一样。小安徽，还吃啊？少东家。哎，你们绩溪人是不是都长得跟猴似的？我听人说，绩溪的猴子都会打算盘，这话是真的不？蒋少爷，绩溪人不长那样。家父从小就教我，人活在世上，得先学会像个人样的吃饭，像个人样的说话。这句话我牢牢记住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小安徽，今天你去把茅房洗了，里里外外都得洗干净，不然别想吃饭。这算什么？你当这是私塾，还立规矩？茅房也得有规矩，守得住规矩才乱不了章法。你这孩子倒是会想办法。杂物间太小，放不下太多东西。茅房这块地方空着也是浪费，收拾出来能当小仓库用。以后店里的扫帚、簸箕、麻袋都可以放在这里。干得不错，这个月多给你20文赏钱。小安徽，跟我走。我爹说你识字，让你把这些账重新抄一遍，明天早上之前必须抄完。少爷，这些账得重新整理，光抄是不行的。你一个乡下娃还会理账？别废话，赶紧抄。近3个月来，店里采购粮食的账目与实际销售记录对不上，差额竟有40多两银子。采购与销货差额43两7钱，一账待查。我这账被胡雪岩理得太清楚了，想做手脚都无从下手。那43两7钱是我从采购款里一点一点挪走的，全扔进了赌坊。现在被他白纸黑字摆在那里，如何是好？爹，您看这姓胡的，让他抄上他不抄，自己乱改一通。你刚才说这是谁理的？就那个胡雪岩呗，我不是让他抄账吗？他倒好，不抄，自己重新写了一份，还乱批什么一账待查，这不是存心挑事儿吗？
爹，这账本来就是乱的，他一个新来的。闭嘴！我问你，上个月南货那批货，你跟老李头进的，单子上写的是每斤8000，对不对？对的。那批货一共卖了多少斤？卖了大概卖了62斤。62斤按8000的进价算，合计49两6钱。但你交上来的账上，采购款写的却是53两。多出来的3两4钱去哪儿了？前个月的茶叶差了5两出头，大上个月的干果差了3两6钱，零零碎碎加起来正好43两7钱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爹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一时糊涂玩了几把牌，手头紧，就想着先挪一挪，以后一定还上。从今天起，店里所有的账，你不用再碰了。蒋老板，300斤大米，老规矩，你帮我叫辆骡车送到萧山，明天就要用。行，走陆路，骡车翻山过岭，运费1两2钱，这价码你清楚，老主顾了。陈老板是老客商，不可能不知道走水路更便宜。顺丰的话半日就到，运费加转运不过7钱上下。那他为什么不走水路？水路省钱不假，可找船、讲价、卸货、再转运，一摊子麻烦事儿，样样都要自己盯着。陈老板一个人跑生意，哪有那个功夫？蒋老板，要不跟陈老板提一句水路，咱们帮忙叫船约脚夫，他省心，也就7钱银子。他虽然怕麻烦，可要是咱们替他办好，他肯定乐意。这笔生意做成了，他以后更愿意来咱们店。陈客商是老主顾，做的是长久的买卖。我多一句嘴，要不这次走水路，船我去叫，萧山那边码头的脚夫我也帮你约好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，运费加转运一共7钱，比陆路省5钱，够再买40斤米了。哟，蒋老板今天怎么这么大方？我每次来都是走陆路，你从来没提过水路啊。以前是我懒得多事儿，今天我这小伙计提醒了我，咱们是老主顾了，能省就替您省点儿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说实在的，水路便宜我知道，就是嫌麻烦。你能替我包圆了，我省钱又省心，以后我的货就全从你这儿走了。好，你倒是胆子大，生意场上也敢插嘴。老板，我多嘴了。算了，你说的也没全错。陈客商是老主顾，让他舒坦了，以后的生意才好做。不过你这脑子转的倒是挺快。林老板那边有个订单，你今天去送一下。林老板，您是不是把32担记成23担，少算了9担？好小子，账都在你脑子里，比我这把老算盘还灵光。小胡，过来坐会儿。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有一个母亲。识字？认得一些。算盘呢？会一点。老蒋店里那个小安徽，我看是块料，在我这儿送了半年粮，没出过一回差错，眼里有活，心里有数。是啊，这小子还勤快。这样的人搁在杂粮行打杂，可惜了。陈客商是老主顾。改日再续，改日再续啊！林茂元来找我了，他想让你去他的火腿行，他怎么就看上你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每次去送货的时候多搭了把手。你自己怎么想？蒋老板，
我从徽州乡下来，全靠您收留我，这份恩情我永远记着。林老板说的事情，我自然要听从您的安排。不用说了，火腿行比杂粮行有前途，你去了不吃亏。我这边放你走，这是你的工钱，多的算我赏你的。你在店里干了这大半年，把茅房改成仓库，把烂账理得清清楚楚，连林茂元都看上你了。我这个店能教你的都教了。账本的事你没有说出去，这份人情我领了。你大概不知道，我这个杂粮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当年开铺子的时候，3家出的本钱我占4成，另外2家共占6成。他们虽然不管店里的买卖，但每年年底都要查账对账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前程不在我这个杂粮行，去吧，到了林茂元那里好好干。来了，正好过来帮忙。摸出什么了？没摸出来。你这是第一次摸火腿，急不得，慢慢来，等摸够1000条，你自然就懂了。火腿这东西和人一样，有的看着光鲜，腌出来却不尽人意；有的看着不起眼儿，腌好后却是上等好货。你得慢慢学。去把那边的猪腿修一修。琴声疼的唱，深深的过一场。这是小胡，我的左膀右臂。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咱就不要客气了。胡雪岩，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一口徽州腔改不掉。做生意讲究口齿清楚，不然人家只会当你是土包子。少爷说的对，我尽量改。那位徽州客商之所以能痛快签下合同，正是因为听到了熟悉的乡音。人在外乡，乡音总能轻易卸下彼此的防备。见外了，我们家少爷别和他一般计较。小哥，怎么样？船老大，这批货不对，不是2头乌。这确实是从金华来的货，都是正经火腿。从金华来的未必就是2头乌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2头乌每条2两银子。你这批货连1两都不值。小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批货是林少爷让我装的。他说你们店里急着要2头乌，可金华那边的货不够，就让我先用这批货顶一顶。你先把货卸到仓库里吧。是。少怀，那批火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，金华那边确实缺货，客商又等着要货，我总不能空手回来让人家失望吧？再说，那批货虽然不是2头乌，也是正经的金华火腿，差别不大，客商根本吃不出来。吃不出来？你当那些做了一辈子丝绸生意的苏州客商是傻子？他们嘴刁得很，好坏一口就能尝出来。那就别卖给他们，转给别家就是了。少怀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怎么就不明白做生意靠的是信用？你把次货当好货卖，人家以后还会信你吗？爹，你这套老黄历早就该换了。现在做生意哪个不掺点水分？你一味老实本分，只会被人当成傻子。小子，你都听见了？少爷，那批货我已经退回去了，我联系了货主，换成了正经的2头乌，明天一早就能到货，绝不会耽误客商的传期。林少爷那个书房，你以为卖笔墨纸砚真的赚钱？早就亏得一塌糊涂了。林老板这几年贴进去的银子，少说也有几百两。再这样下去，
火腿行也要被他拖垮喽。过去2年，林少怀以火腿行周转的名义，先后从账上支走了300多两银子，这些银子没有一笔用在火腿行的经营上。你怎么还在？我在对账，林少爷。对什么账？回去睡觉。孽子，你要干什么？爹，您别怪我，您不给我，我就自己拿。林少爷，那柜子里的银子是明天要付给金华的货款，你拿走了，火腿行的牌子就砸了。胡雪岩，这是我林家的家事，轮不到你插嘴。我不管是不是你的家事，林老板把这火腿行看得比命还重。你拿走了银子，火腿行明天就开不了门，几十个客商的订单交不了货，金华那边的供货商款子付不出来，这可是几十户人家的饭碗啊！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我那个书房亏了多少吗？你知道我爹宁可把银钱积攒在火腿行里，也不肯拿出来给我填窟窿吗？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你从账上支走了300两银子，每一笔我都记得。林少爷，你要是今天拿走这些银子，就别怪我声张。雪岩，你走吧。林老板，我说你走吧，这个店我撑不住了。少怀这个样子，我管不了他了。你在这里只会被他拖累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不该被他拉下水。可是您对我有恩。今天的事，你救了火腿行的招牌；少怀的事，你替我瞒着，给我留了脸面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我不能让你再待下去了，再待下去，少怀会把你也恨上。走吧。明天就走，工钱我让老周算给你，多给3个月的。林老板，您保重身体。雪岩，你记住，永远不要让私情毁了好好的生意。钱庄，下一站，我要去钱庄。于掌柜，晚辈胡雪岩，祖籍徽州绩溪，今年16岁，曾在杂粮行与火腿行谋生，熟悉记账珠算，粗通文墨。此前我在金华火腿行时候，经常来您柜上办理银钱业务。此番前来，是想在你的钱庄谋出学徒一职。哦，我是有些印象。你们掌柜的还到处夸你勤快机灵。不过杂粮行、火腿行都是市井杂业，和钱庄营生全然不同。晚辈清楚。钱庄学徒前2年不得触碰银钱，不得翻阅账簿，日常只负责清扫打理、端茶侍奉。你能熬得住吗？可以。于掌柜如今门槛越发宽松，3教9流都敢收录。既有心求学，今日便留下。往后暂住金库。我在富康勤恳3年，第1年只能栖身柴房，第2年才勉强靠近金库地界，直至第3年才获准在金库门外值守巡夜。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，入职首日便能入住金库。我放牛的那座山叫什么名字？我家的老宅朝哪个方向来着？于掌柜说，头2年不摸银子，不摸银子，那摸什么？摸的是心性。前2年不许触碰银钱账本，看似消磨人质，实则是打磨心性。经商立身，沉稳心境才是驾驭财富的根本。心性烦躁之人，纵使手握重金，也难以长久。
外界都传金库闹鬼，过往住者皆不得安宁，你就从不好奇真假？这里哪有鬼神作祟？你怎知道会没有？金库收纳全庄银钱命脉，于掌柜行事谨慎稳妥，如果闹鬼，他不会把银子放在这里。赵五哥，那些恐吓的纸条都是你写的吧？你污蔑我！你写字下笔偏重，撇捺笔画皆微微下坠，力道紧绷，自带几分执拗之气。赵五哥，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我是新来的，什么都没干就住进了金库，换做旁人难免心生隔阂。夜里纸条恐吓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不会和于掌柜说的。你不告状？告状有什么用？我告了你，你会更恨我。我不告你，你至少会觉得欠我一份人情。赵五哥，咱们都在富康吃饭，往后日子长着呢。听说你在金库里写了点东西，随便写写的，写得不错，只是纸上谈兵，缺少落地实操的根基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去把王记筹庄那笔烂账收回来，300两，逾期3个月了，赵武去了10来趟，1分钱也没要回来。好，你不问问他为什么屡次碰壁？形势成败，关键在于方法。赵武最近倒是经常说到去这家要款的情形，他没要回来，是方法有问题。里边请，上好的航口。王老板，我是富康钱庄的，又来要钱了，都跟你们说了，宽限几天。王老板，今日登门不是来要账的，那你来做什么？只是偶然路过，想着来喝杯茶的。您这茶闻着就不错。清冽回甘，好茶。这是龙井，诗风名前龙井。王老板经营有道，筹庄生意兴隆，还有龙井好茶相伴，我们掌柜可没这口福。老板生意繁忙，我就不多打扰了，改天再来向您讨杯好茶喝。哎，近来浅色细料问的人多，后段倒压得9线。看来这阵子绸缎行情走轻不走重。你年纪不大，看得到戏。怎么又是你？今早望仙桥那边车马多，河船也顺，清河坊今日铺面生意应当不会差。你倒是一路都看在眼里。小伙子，你到底想干嘛？王掌柜，我说了我来喝茶呀。你都喝4天的茶了，1两银子都没要回去，于掌柜不追责？于掌柜也知道您这茶香，特意嘱咐我安心品茶。唉，你小子真跟赵武不一样，他每回登门都板着脸，句句不离讨债，跟个讨债鬼似的。他不会喝茶，只会要账。300两，你数数。数额这么大，你不点点吗？王老板立足杭州商界，信誉卓著，绝不会为了300两银子砸自己的招牌。小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晚辈胡雪岩。你小小年纪，心思通透，处事周全。以后我铺子里银钱往来都由富康打理，但我只认你对接。承蒙您抬爱，王掌柜，您的茶这么好，我正愁没地方喝呢。你是说你去了4趟，1两银子没要，他反倒主动给了？是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观察王掌柜客源稳定，生意兴隆，每日悠然品茶，因此绝不是手上缺钱，周转不开。他平时衣着考究，喝茶很有品味，
这等人物往往注重细节，对人也容易苛责，因此我以客商伙伴相处，真心尊重对方，每天当着他的客人面绝口不提要债，但是我又每天都去，让他知道不还钱，我富康会绝不罢休。雪岩，你身上藏着一份旁人难以习得的天赋，是阅人识心的眼光。我执掌钱庄30年，依旧不可避免会看走眼。你年纪轻轻，却能看透人心，拿捏分寸。雪岩，你先在柜台里好好磨练，过2年我再调你跑街，接触钱庄外联业务。你怎么还不走？等你算完。等我算完干嘛？看看你有没有算错。你找茬？不敢不敢，我就是想多待一会儿。什么东西？前几日跑街淋了春雨，犯了咳嗽，在你这里抓了点药，喝了2服就好了。今天顺路带了点东西，特地来感谢四姐。阿四啊，今天那个胡雪岩又来啦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都19岁了，要赶快许人家的，别跟他走得太近，跟着一个跑街的怎么过好日子？何况我听说人家已经有家室，你个大姑娘和他在一起也只能当个小妾，这怎么行？娘，我知道了。于掌柜不幸得了急症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反复咳嗽发烧。胡雪岩每次见到于掌柜这样，都忍不住想起自己的父亲。他每天收了工，就赶到于掌柜房里伺候，端茶倒水，煎药擦身。雪岩，你过来。雪岩，我中年丧妻，又膝下无子。你16岁踏入富康，朝夕勤恳，安心守业4年。当初我破格让你住进金库，便是看着你年少沉稳，心性出众，以满屋金银设下试炼，只为看清你的本心。掌柜的，这是钱庄的房契和文书，钱庄4个股东几十年辛苦经营，好不容易滚动到5000两资产，我已经和其他东家说了，把它交给你打理。这万万使不得！你听我说完，你的才识比我高出10倍，这钱庄在你手里能做大，在我手里不过是个糊口的营生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别丢了富康的脸。先生，您一个人？一个人，不介意我坐这儿吧？行。好茶，失风的。先生懂茶？谈不上懂，只是以前喝过。您贵姓？免贵姓王，王有林，字雪轩。王先生是哪里人？福建侯官。我出身官宦之家，早年捐得候补盐大使，虽有官身，却只是虚衔。若想入仕，还需进京投贡。只是眼下银钱不济，难以周全。王有龄身为候补盐大使，只是正八品，品阶不算显赫，但是盐铁自古就是朝廷的命脉，但凡跟盐沾上边儿，就等于踩着了金矿。眼下王有龄家中贫困，连上京城投贡的钱都拿不出。王先生，你进京投贡要多少银子？大约500两。我借给你。胡先生，你我素昧平生，为何愿意出手相助？我看人一看眼睛，二看举止。王先生的眼睛不像是久居人下之人，王先生举止沉稳大度，将来必能担当大的富贵。胡先生，大恩不言谢，若有龄有出头之日，必当厚报。有龄兄不必挂怀，只管安心北上，奔赴前程。没有担保，没有抵押物，我擅自做主，将钱庄500两银子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。
这会不会太冒险？会不会丢富康的脸？雪岩，账上短了500两。我知道。那银子去哪儿了？将500两银子借给了王有龄，助其进京投贡。雪岩，你这件事做得不对。我知道。哎，东家那里可怎么交代？雪岩，于掌柜待你恩重如山，将毕生产业托付于你，是信你能守好富康。可你倒好，竟将钱庄的银子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落魄之人，既无保人，又无抵押，此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周叔，我知道。知道还做？500两不是小数目，你说借就借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眼里还有我们这些股东吗？雪岩，你走吧，富康不能再留用你了。各位叔伯，是我胡雪岩对不起你们。我在富康账上还有150两的存款，先冲抵一部分，剩下350两的亏空，我迟早会一分不少还上。你不适合这行。胡雪岩，我当初就觉得你这个人不稳当，我们可不敢用你，用你迟早也得跟着遭殃。哼！胡雪岩，胡先生，听说你被赶出富康了？是，哼，我就说嘛，年轻人太毛躁，做事不稳当。当初我那些朋友劝我别把银子存在富康，我还替你说话，现在看来真是看走了眼了。胡先生，四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找了你3天了。我没事儿，都挺好。没事儿？你住在破庙里，顿顿吃凉饭，一身破衣烂衫，这是没事儿。这银子哪儿来的？是我绣花攒的。四姐，绣花10年也攒不下100两银子啊！你跟我说实话，这银子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你别问了，你就当这银子是我借给你的。你以后发达了再还我就是。罗斯，你是不是把自己卖给了孙家？我说了，别再问了。你拿着这银子回去给你娘治病，你娘和你家嫂子都病倒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娘怎么了？你老家托人带信过来，到富康没见你，街上也到处寻不到你。你娘病了好几个月了，一直卧床不起。你家里那个陆氏既要照顾你娘，又要操心你的事，整个人也垮了。你再不回去，恐怕……我说拿着你就拿着。胡先生，保重。四姐，四姐，顺官儿回来了。娘，我回来了，我对不起您，我回来晚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瘦了，在外面吃苦了吧？没有，娘，我在外面挺好的，一点都不苦。你别骗我，你从小就不会撒谎，一撒谎眼神就闪躲。顺官儿，你爹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给你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爹说，做人要踏实，做事要沉稳，厚积薄发，终有出头之日。不急，慢慢来，只要你不放弃，总有一天能活出个人样来。辛苦你了。娘的身子还能慢慢养着，就是我这阵子总觉得没有一点力气，心里一阵阵发慌。
陆氏的病来势汹汹，短短几日便卧床不起，在苦撑10来天后，还是走了。从胡雪岩被赶出府康算起，已过3年。这3年，他辗转奔波，干过码头、贩运、茶叶行、跑腿，几乎什么杂活苦工都试过。可无论怎么拼命折腾，终究只是个仅够温饱生活的零工。雪岩兄，雪岩兄，后面有一个。雪岩兄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有灵兄，叫我雪轩。你怎么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？一言难尽。当年若不是你慷慨解囊借那500两银子，就没有我王有龄的今日。我进京投贡之后，顺利补了浙江盐大使的实缺。这2年我在浙江各地盐场为官，也算站稳了脚跟。我去过富康找你，也到处打听你，就是没找到。这是1000两银票，你先拿着，暂且解了眼下的燃眉之急。雪轩兄，这太多了。不多，一点都不多。当年你借我的500两是我的救命钱，没有那500两，我王有龄现在依旧是个朝不保夕的候补官。雪原兄，我想再给你3000两银子，帮你重新开一家钱庄，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就叫新富康。雪轩兄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说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钱庄的股份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我不要股份，钱庄是你的，我只是想报答你当年的恩情。没有你，我根本开不起这家钱庄。你出了大本钱，起码该占一半股份，否则，这钱我不能收，这钱庄我也不能开。你呀，还是当年那个脾气，半点都没变。我改不了，也不想改。好，就依你。诸位乡亲，这新富康钱庄是我王有龄的兄弟胡雪岩开的，往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，鼎力支持。这胡雪岩以前不就是在老富康干过吗？就是那个被股东赶出去的伙计。可不是嘛，听说当年他私自把钱庄的银子借给一个不相干的人，才被赶出来的。没想到啊，这才几年功夫，他就搭上了王大人，居然又重新开启了钱庄，这可真是东山再起啊！孙老板，今日登门，我想求见一个人。哦，胡老板想见哪位？罗四。胡老板，你来晚了，他早已不在我这儿了。您什么意思？他去哪里了？去年有个从上海来的商人，出价500两银子，执意要把他买走。此人我不熟悉，但是陪他一起来的谢老板和我们有生意往来，并且手里握着我急需的洋货渠道。胡老板，您也应该明白，商场之上有时候身不由己，利益为先。那个上海商人叫什么名字？做什么生意的？那人姓周，也做洋货买卖的，好像在上海开了一家叫顺记的洋货行，据说生意做得很大，出手阔绰，但具体什么来路我也说不准。他交银子把人带走之后，我们就再没联系过。孙老板，今日叨扰了。我曾以为只要自己翻身立足，只要自己有了实力，就一定能把他赎回来，好好报偿。可老天爷却连这个弥补的机会都不肯给我。胡先生，你来了，没想到你还能记得我们，还肯来看看。大娘大伯，我早该来看你们。这些年，让您受罪了，也委屈了罗四。当年我没本事，让他受了苦。胡先生来了，快进来坐坐。大娘大伯，罗四，他在上海，您知道吗？知道，他前阵子托人捎了信回来，说在上海跟着一个商人过，人家待他还行，不打不骂，也能吃饱穿暖，就是再也回不来了，回不了杭州，回不到我们身边。大娘，这是100两银子，您收着。以后每个月我会让人送钱过来，你们别太节省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胡先生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阿四当年帮你是他心甘情愿的，从没想着要什么回报。大娘，您就收下。罗四当年帮我的情分，我记在心里。他不在您身边，我替他尽份孝心是应该的。雪岩兄，
你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长久之计。陆氏走了这些年，你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。这陈家姑娘，我前前后后打听了许久，人品家世都没得挑。你娶了她，也能了却一桩心事。雪轩，我想去一趟上海。你还是想去寻罗寺？不亲自去一趟，我这心里的坎过不去。雪岩兄，你清醒一点。上海城那么大，人海茫茫，你连那姓周的商人姓名、住处一无所知，这一去分明就是大海捞针。不试过怎知找不到？雪岩，你听我一句劝。罗寺的事儿，我心里也替你难受。可你如今身份不同了，是新富康钱庄的东家，是杭州城里有头有脸的商人。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耽误了钱庄的正事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你真找到了她，又能如何？她已是人家的妾室，你难道还能强行将她抢回来？到头来只会是无可奈何，徒增烦恼罢了。先把婚事办了，别让自己一直悬着。你都30岁的人了，哪能再拖下去？罗寺的事儿交给我，我帮你打听。只要他还在上海，只要有半分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诸位慢走，改日再聚。雪岩，我知道这桩婚事你不是自愿的，王大人好意撮合，我爹娘那边也压得紧，我也不图别的。你忙你的生意，我管好这个家，我们相互帮衬，相安无事就好。你倒是个明白人。糊涂人在这世上活不长。雪岩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，你心里有谁，我也不问，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。喝了吧，喝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胡大掌柜，王大人有请。雪岩兄，坐。你把老富康钱庄也盘下来了？是。那太好了，这也算是了却你一桩心愿。雪岩，我现在升任湖州知府，湖州的公库我想交给你代理。公库？对，湖州公库有10万两存银，放在库里也是闲着，存到富康钱庄，你拿去用，贷给蚕农收点利息。雪轩兄，这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公库的银子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存在你富康钱庄，你拿去用，还能帮蚕农解决困难，一举两得。再说了，湖州是我管着，公库是我看着，我说行就行。好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利息不能高，蚕农不容易，高了就是盘剥。咱们赚钱，但不能赚黑心钱。另外，你尽快把富康钱庄湖州分号建起来，既方便公库随时结算存取银两，我又能介绍湖州的大小商户给你。行。您好，我只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。今年桑叶长得倒嫩，够不够喂蚕？春头雨水还行，叶子是长得好，就是买蚕种的钱难凑。不怕你笑话，我们春天又得借钱。去年我家蚕丝卖了13两，光利钱就还出去6两多。富康钱庄放贷，月息1分5，比你们借的高利贷便宜1半还多。你骗人的吧？你是不是官府派来摸底细的？愿借就按这个写，等蚕丝卖了再还。胡老板，村里说您这边借款利息少，别人不信，我信。富康的胡老板是个好人呐，说话算话，不坑人。真借着了，利息低，白纸黑字，胡老板说话算话。这桩买卖能做成，全靠王有莲。
没有他把公库交给我代理，没有这位知府在背后撑腰，蚕农们也不敢信任我。因此我做事需更加谨慎，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利息都算得明明白白。雪岩兄，你的账我放心。雪轩兄，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开一家货真价实的中药铺。现在钱是有了，但开药铺需要的源头药材渠道，以及懂得药铺经营和药材加工的专业人才，都还没有着落。你提到药铺，我倒想起一个人，浙江巡抚黄宗汉。此人老家福建晋江，他家里在福建开了好几家药铺，字号叫回春堂，闽南一带很有名。南方那边的药材渠道，他家都是现成的。你要是能把他拉进来，药铺的进货路子就通了，管理人才、加工人才说不定也能迎刃而解。黄大人肯跟咱们做生意？黄宗汉这个人精明得很，你要找他合作，你得让他看见这买卖能赚钱才行。那还得请雪轩兄引荐。行，我先帮你递个话，你自己做好准备，到时候能不能成，看你自己的本事。黄大人，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胡雪岩。黄大人，那你们先聊。有莲跟我说了，你想在湖州开药铺。是。你做过药材生意吗？没有，但我跑过湖州城、杭州城大大小小几十家药铺，哪家卖假药，哪家分量不足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听王大人说，黄大人府上在福建有回春堂的药铺生意。不错。来，请坐。回春堂在我老家开了30多年，福建吉府的药材大半是从回春堂走的。你要在湖州开药铺，进货的渠道我有，福建的泽泻、厚朴、建州莲子、太子参、灵芝、两广的陈皮、鸡血藤、三七等等，这些都是现成的路子。但湖州这边的销路，药铺的运营，得靠你自己。销路我有数，我在湖州开钱庄、私行、粮行，每天进出的客人成百上千。药铺开起来，这些人就是现成的客源。至于资金周转，富康的银子随时可以调用。胡老板，你这个人有前途，有莲没有看错人。药铺的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占30%。福建的药材渠道、沿途的关系我来铺，湖州这边的铺面运营周转你来做。多谢黄大人，回去好好准备。胡老板，这黄精蒸这么多次干嘛？黄精这东西性子憨，你蒸一次晒一次，它才软1分，要足足蒸晒9次，它的药性才能出来，人服用才好消化。做药是这样，做人也是这样。娘，您放心，这药铺永远不卖假药。这么大，花了多少银子啊？娘，您就别管了。您在乡下一个人住，我不放心。您在这儿住着，我也能天天伺候您。你爹要是还在，看见你这样，不知道该有多高兴。娘，儿子不会再让您受苦了。娘，路上辛苦了。好，好。顺官儿，你身边有个好媳妇照顾着，娘就放心了。娘说的是。你忙你的正事去，家里的事儿有我们呢。上一壶黄酒。这位公子，赌坊里鱼龙混杂，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儿喝酒？听闻这赌坊里藏着一位能沉得住气的高人，特来见识一番。公子认错人了，这儿只有赌徒，没有高人。高人从不会把本事写在脸上，就像好酒从不用吆喝。我备了杭州城最地道的陈酿，不知这位兄台是否肯赏脸陪我一步一叙？我倒要看看，公子的酒有没有说的那么好。
我说这位公子哥，放着雅士不去，偏要拉着我这赌徒喝闷酒，总不至于真的只是闲得慌吧？有话不妨直说。没什么别的心思，只是觉得兄台这般人物困在这方寸赌坊里，未免太屈才了。屈才？我从不开玩笑。清河坊刘家老药铺80年招牌，是你刘家几代人的心血，是杭州百姓信赖的老字号。先生到底想做什么？提这些陈年旧事有何裨益？老药铺的招牌早被我劈了当柴烧了。我不是要揭你的伤疤，只是吸你的手艺，吸刘家几代人的心血。先生就别奚落我了，我如今就是个赌徒，再提手艺不过是自欺欺人。人在手艺在，招牌没了可以再立，人心散了可以再聚。只要你肯出手，我给你最好的工厂、最道地的药材、最得力的帮手，让刘家的膏方和药酒手艺重新活过来。先生倒是大方，就不怕我拿了您的工厂、您的药材，照旧去赌，砸了您的摊子？刘家几代人传承的手艺不是你说扔就扔的，你若真能狠下心荒废到底，今日就不会坐在这里。先生倒真是个痴人。行，我再陪您喝几杯。至于去不去，看您有没有这个本事留得住我刘家的手艺。别怕，我是这药铺的老板。饿了吧？吃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义山，哪里人？常州府宜兴县。怎么到湖州来的？我想投奔杭州的舅父，可到杭州转了2月都没找到，盘缠也花光了，只好沿途要饭回老家。你家里还有谁？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癸丑年，我们家在镇江府开药铺，长毛打过来，夜里到处都是火，我爹把我塞进房后面的柴堆里。那你后面怎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会什么？我会认药。认药？从小我爹就教我认药。那你知道门口那筐是什么药吗？那是白术，浙江余咸的最好，所以又叫余竹，是这8味之首。您这个看起来是湖州本地种的，行头不错，但年份不够，3年不到。切片晒干了，颜色发灰，香味淡，泡水喝还行，入药差一点。你爹教了你多久？从5岁就开始了。我爹说，做药材生意的，第一课不是算账，是认药。药认不准，账算得再清楚也是害人。留下来吧，我铺子里正缺人手，管吃管住，跟着师傅学手艺。你爹教你的那些，别荒废了。您这药材成色太差，杂质太多，有的甚至已经发霉变质。这样的药材配不上您的招牌，更配不上我刘家的手艺。刘师傅莫急，我已经让人去采购地道的好药材了，很快就会到。另外，我给你找了个徒弟人选，这孩子叫李义山，从小跟着他爹学认药材，天赋不错，你看看满不满意？要是行，以后他就跟着你学手艺。就他，毛都没长齐，能学出什么名堂？刘师傅，您一定是跑制高手，右手持刀，左手按药，右手虎口的茧长在大拇指根部，那是常年握刀磨出来的；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也有茧，那是常年蒸药碾药磨出来的。只有常年与药材打交道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手。我知道我年纪小，底子薄，但我肯用心学。有点意思，看来我没白来。那你跟着我干吧。
师傅，嗯，您昨晚煎煮的芙蓉白玉汤我记下了，火候、时辰、用水的量都记了。字真丑。我爹以前也这么说。那你爹说的对。不过细的东西写的都还对。收拾收拾，今天叫你切黄芪，你拿刀的姿势不对。好。看好了。你来。行了，就这样练，切完这2斤再叫我。你神色不错，看来是想通了。您那天在酒铺问我，手艺扔了可惜不可惜？我现在告诉您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我刘家的膏方和药酒手艺，那是我们刘家几代人的心血。我曾经一时糊涂把它荒废了，如今能有机会让它重新活过来，我知足了。我就知道，你不会让这手艺埋没的。太平军数万围城，粮道即将断绝，援军迟迟未至，杭州城危在旦夕。雪岩兄速走，切记，苟活下去方有希望。太平军不日何为？杭州城危在旦夕。我知道你们都怕，都想活命。今天我不逼大家，要走的每人领20两银子，从南门坐船出去。我派人护送，绝不阻拦。要留下的就跟我一起守杭州，守生意，守我们的家。我留下，我在富康干了一辈子，富康就是我陈某的家，钱庄的账不能乱，富康更不能倒。我也留下，粮食是救命的，守城的将士需要粮，杭州百姓也需要粮。我这辈子没怕过什么，太平军也一样。我留下，我也留下，我跟着师傅，跟着老板，守住药铺，守住家园，守住家园，守住家园。粮还能撑多久？半个月，最多半个月。药材够不够？守城的兵将们好多都有伤了，还有的染了风寒。放心，刘师傅连日熬制汤药、冻疮膏，还有止血散，已经救了几百个弟兄。药铺的药材我已经让人提前储备封存，绝不会让弟兄们无药可救。他们在试炮，再过几天炮阵前移。杭州城的城墙根本经不起这样的轰击。臣浙江巡抚王有龄不能守土，罪该万死，愿以死明志，以谢百姓，以报朝廷。雪岩兄，你走。南门还没被围死，从水路走还来得及，一定要活下去。我不走，我陪你守到最后一刻。城破是迫在眼前的事，我是浙江巡抚，守土有责，我不能走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有老母在堂，你有钱庄药铺，有一身的本事，一定要活下去，替我看到杭州匡复的那一天。雪岩兄，我有2件事要托付你。大人请讲。第一，你出城后去上海，把杭州将士不顾生死坚守孤城的实情报告朝廷，也告诉天下人，我们没逃，我无愧于朝廷，无愧于杭州百姓。第二，我的2个儿子青云和建云，此刻都在杭州。青云今年15，建云才13。城破之后我不在了，没法看着他们长大，他们2个就托付给你了。我答应你，2个孩子，我定当视如己出，让他们读书，助他们立业，绝不辜负大人的托付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娘，太平军快破城了，王大人让我们从南门走，船已经备好了，您收拾一下，赶快走。
那你呢？我也走。王大人托付了2件事儿，我得活着出城去办。好，你走，娘就走；你到哪儿，娘就到哪儿。这地方挺好，等仗打完了，我还回来。上船！前路在哪里，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他必须活下去，活到能兑现所有承诺的那一天。东家别难过，人在，手艺就在，药铺就在。我们到上海从头再来。东家，师傅，我会好好学手艺，我们定要重建胡记药铺。同治元年，上海租界已成为江南商贸的新中心，黄浦江上千帆云集，来自各地的商人、难民和官员汇聚于此。胡雪岩也在法租界重新开设富康钱庄，从一间不起眼的小铺开始，凭借信誉与眼光再次站稳脚跟。这一天忙完钱庄的事务，胡雪岩独自去了静安寺。他本不是信佛之人，只是乱世多年，生死离散，杭州沦陷，故人托孤，太多话无人可说。佛前低头时，他心里念着的是王有龄的嘱托，也是杭州百姓未了的生路。四姐，胡先生，你丈夫呢？去年走的，病死了。你一个人？带着女儿。那年你给我银子。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胡先生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想做的事儿总是做到一半就缩回去。改不了了。四姐，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我现在的正妻是陈氏，是王大人做媒娶的，他是个明白人。胡先生，我不在乎那个，能看见你好好的就够了。四姐，若是你愿意，就跟我回去。陈氏那边我自会跟他说清楚，处理好。你就在我身边，帮我管账、管家、管药铺。等等，今天在静安寺，我碰到罗四了，她丈夫死了，一个人带着女儿。你想把她接过来？这些年，你心里一直有她，我知道。和离吧。我们一起多年，老天爷也没赐个一儿半女，这都是命数。和离后，你做你的事业，我回娘家过我的日子。我爹娘老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更需要我照顾。你想好了？早就想好了。这桩婚事本来就不是你情我愿，和离了，大家都轻快。几日后，胡雪岩筹集20川粮食赶赴衢州。听闻左宗棠刚正务实，他决定投奔麾下，为收复杭州尽力，也为富康和身边的人谋一条更长远的出路。这是什么？是石斛，你路上喝。外面的水不好，
煮上10壶，能养阴清火解乏。好。你要去见左宗棠左大人？对，听闻他是个干实事的人，我想去投奔他，助朝廷收复杭州。这个人怎么样？听说是个厉害角色，脾气大，不好惹。你自己小心，遇事多忍让，别跟人硬顶。放心，等我回来。大人，你就是胡雪岩？是。听说你带了20船粮食来？是。从上海过来，如何避开杭州的长矛？我们躲在外海，等到深夜从杭州湾急行，天没亮时就过了杭州，沿着富出江溯流而上，直奔建德江码头。你要什么？我不要什么。不要什么？那你来干嘛？我来投奔左大人。哼，你一个商人投奔我做什么？我这里没有金银珠宝，只有刀枪剑戟。我想做事。做什么事儿？大人让做什么，我胡雪岩就做什么。当前战乱时期，粮食金贵，你的20船粮食，倒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想当官？不是为做官，是为做事，是为助力大人收复杭州，还这省百姓一个太平家园。胡雪岩，你这个名字我记住了。行，你留下。1866年，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，奉命平定回乱。胡雪岩被委以上海采运局委员，专办大军后勤。此后，左宗棠万里西征，平定新疆，钱粮、枪炮仍由胡雪岩全权负责。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荒原，数万大军，万里补给线，他前后支撑了16年。这一年，胡雪岩43岁，他的人生刚刚进入下半场。我认识他，此人姓周，名德成，表面上是做军需生意的商人，实则是盛宣怀安插在上海的心腹。他们背后真正的靠山就是李鸿章，而李中堂和左帅是朝堂上斗了10几年的死对头。雪岩，刚才那个人你认识？认得，是盛宣怀的人，手伸得够长的。我在西北打仗，他在上海伸筷子，也不怕烫着嘴。雪岩明白，这已经不是生意场上的事了。明白就好。雪岩，本帅此去西北，山高水长，朝廷的银子、各省的协饷都指望不上，大军的后路全系于你一人之身。大人放心，雪岩在上海一日，大军的后勤就断不了。这块匾，本帅写废了20多张纸，才写出这4个字。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交给你，谁动胡雪岩，就是动本帅。谁敢坏陕甘的大事，本帅的刀不是只对着敌人的。大人，雪岩定不负所托。老爷，采运局的账目我看了一遍，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上个月的药材采购，账面支出3200两，实际运到的药材价值只有2800两，差了400两。经手的是账房先生老张。老张在采运局干了多久？3个月，是前任浙江巡抚推荐的。老爷，我打听了一下，老张来之前替周德成管过2年账。周老板，今天在码头上那个人。老张，东家，什么事儿？上月药材那笔账，你解释一下。东家，
那是运输途中的损耗，正常的。损耗400两，一批2800两的货，损耗了400两，那是超过1成。老张，你在账房做了20年，这样的损耗，你信吗？东家，我对不起您，是有人让我这么做的。他说只要我在这些账上动手脚，把账做乱，就再给我500两银子。我一时糊涂。谁？周老板，他说您这采运局开不长，陕西的仗也打不赢，左帅迟早要倒台，让我趁早捞一笔。他说就算您发现了，也不敢怎么样，有李大人撑腰。你走吧，采运局的银子1文都不能少，差多少，你必须补上。老爷，这只是开始。我知道，他们想让我自乱阵脚。四姐，从今天起，采运局和富康的账，每笔都要经你的手，任何超过100两的进出，我要亲眼过目。好。另外，替我约汇丰银行的陈买办，军费不能等各省协饷，各省的银子要经过李鸿章的人，不会顺顺当当到咱们手里。我要走另一条路。一山，昨天的膏方收高了吗？收了。出了多少罐？300罐。行，可以出师了。师傅，我才学了3年。3年够了。我当年学跑制，你师爷也只教了我3年，手艺不在年数，在心术。你用心了，就够了。一山，你记住，做药就是做人，底线和规矩永远不能破。师傅，弟子记住了，一辈子不敢忘。行了，这把小切刀送给你。师傅，这刀跟着我20多年了，从金华到杭州，湖州到上海。师傅，我不会给您丢脸的。太后，臣以为新疆不复，于肢体之元气无伤；海疆不防，则负心之大患欲继。当务之急是办海军，不是打新疆。太后，臣不敢苟同。我师退一步，则俄者进一步；我师迟一日，则俄人进一日。放弃新疆，就是自撤藩篱。今日弃新疆，明日弃蒙古，后日还弃什么？左大人，你说打新疆，银子从哪儿来？李大人，你说办海军，银子从哪儿来？你还不是从各省的税收里出？东南沿海的银子，你李大人花的心安理得；不足的部分就去借洋债。西北边疆所需的银子，有何不同？左大人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海防需防，西北边疆也要防。够了，左宗棠，你说怎么办？打！臣愿领兵出征，收复新疆。不收复全疆，臣绝不回来。臣死在新疆，埋在天山脚下，也要守着我大清疆域。胡先生，左帅要借多少？800万两。800万两，数目不小。用什么担保？江苏、浙江、广东3省的关税。胡先生，这个数目太大了，西征很难成功，大清的信用不足，总行恐怕批不下来。就算审批下来，利息恐怕也不会低。多少？起码1分5厘。太高了。胡先生，这是最低了，就这样总行还不愿意借款。陈买办，有人在我们之前跟你打过招呼了吧？胡先生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周老板昨天来过了，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不想知道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。
这是左帅亲手绘制的西北域图。这里，左帅说了，军需一交定，便挥师西进。不出数年，这些地方都会重新插上我大清的龙旗。陈买办，你们洋行借银子给左帅，赚的是利息。但如果西北定了，从上海到欧洲的陆地商路就通了，到那时候，你们洋行的生意就不只是利息了。胡先生，你这话是替左帅说的，还是替你自己说的？都是。陈买办，你帮我带句话给总行，这笔债不是左帅求洋行借给他，是洋行应该求着借给左帅。胡先生，总行那边我做不了主，但我可以把你的话带过去。行，我等你的消息。胡先生，那个周老板昨天来的时候带了一箱银子，他开出的条件是，只要汇丰不借钱给左帅，他愿意把一部分国家军需订单转给我们。陈买办，那箱银子你收了吗？我退了回去，我是买办，有办事的规矩。胡先生，总行同意借款了，1分2厘5毫。总行要求您签字画押，这笔债由您个人担保。如果各省关税和协详不能按时到位，您的全部身家作为抵押。陈买办，你回去告诉总行，我胡雪岩签字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合同上加一条，如果西北平定，汇丰银行未来5年在大清的生意，富康钱庄有优先合作权。胡先生，你这是做买卖有来有往，你们从我身上赚了利息，我也从你们身上赚点别的东西，公平吧？胡先生，你这个人还真是不好对付啊！告辞了。老爷，您把全部身家都押上去了。我知道。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左大人抬棺出征，他都不怕死，我怕什么？四姐，我们赌的是同一件事，这片疆土1寸也不能丢。胡先生，俄国人在伊犁河谷测绘地图，他们的测绘队有30多人，在河谷里待了2个月。你们的伊犁他们不打算还了。还有呢？阿古柏获得了俄国援助的1万支新式步枪，英国人也给了他2000支。史密斯先生，我也有一个消息告诉你，左帅的入疆大军下个月就要开打了。胡先生，你是赌左大帅会赢？史密斯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无论输赢，我们都会打下去。大人，俄国人在伊犁河谷测绘地图，阿古柏获俄英新式步枪12000把。英国人可能在伦敦逼迫郭公使议和，以制造既成事实。大人需尽快入疆，恐夜长梦多。李义山，东家，什么事儿？把这封信送到兰州，骑马日夜兼程，越快越好。路上可能会有人拦你。东家，我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，但你要小心。人呢？往前跑了，追！什么人？上海彩运局给左帅送信。你等着。
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大人，路上摔的。多少人追的你？4个。来人，传刘锦堂。大人，东家说英国人在伦敦想撮合议和，他说新疆不能等。雪岩，西北军务所需军械望速筹措，数量甚巨，关系重大，非你不可。现虽以平回为先，然西征箭在弦上，器械需及早到位。四姐，帮我约德国人，派来洋行。胡老板，巧啊！周老板，巧。胡老板，左帅又要买军火了。胡老板，你要买，得等我挑完了。胡先生，你要这么多枪炮？对。左宗棠要打仗？对。胡先生，今天上午周先生也来了，他要的也是这些货。他说左宗棠不是沙俄的对手，仗打不赢，买再多的枪也是浪费。周先生出的价比你高2成。胡先生，你出多少？卡尔先生，周老板要有这批货，卖给谁？我是商人，谁出价高，我就卖给谁。他不告诉我背后的买家，我也不问。你不问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周老板拿了这批货，会压在仓库里，3年都卖不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左帅的仗打完之前，没人敢买他订的枪，谁买就是跟朝廷作对。但是胡先生，你拿了这批货就是卖给左帅，左帅打完仗，我们就没有订单了。咱们谁也别骗谁，军火生意就是一次性买卖。不是，如果西征胜利，新疆收复，左大人和我将协助德国洋行在大清西北地区建立商站，独家代理德国工业品的销售。卡尔先生，你慢慢想，我不急。哈哈哈哈！胡先生，你是商人还是军人？我是商人，只是跟着左帅后面打了几仗。东家，西征路上将士们可能用到的药材，我都列在上面了。东家，您这几个字比什么都值钱。东家，您放心，这批药材我亲自炮制，一片假药都不会有。要是有一片假药，您把我的脑袋摘下来挂在上海滩示众。哈哈哈，我信你。你的脑袋还是留着吧，炮制药材要紧。西征路上几万将士等着你的药，你把药做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诸位将士，本帅今日在此誓师，此行不为功名，不为利禄，只为收复我大清疆土，还我河山。这口棺材不是本帅的，这口棺材是给阿古柏准备的。本帅要亲自把他带到新疆，带到阿古柏面前。胡雪岩，这个人从上海给咱们运来了枪炮、药材、粮草，咱们在前线打的每一仗都有他在后方的功劳。本帅今天当着全军的面说一句：胡雪岩不来，西征打不了。胡雪岩，胡雪岩，胡雪岩，胡雪岩。坐。雪岩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大人，冻的。雪岩，本帅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商人，商人图利，西征这件事，你图的是什么？大人，我父亲临终前跟我说过一句话：欲兴无家，其为顺而乎？我前半辈子图的就是兴家，在杂粮行当伙计的时候图吃饱饭，在火腿行跑腿的时候图多攒点银子，在钱庄学徒的时候图有一天能自己当掌柜。
后来结识了大人，慢慢觉得兴家之外还有报国。大人，我不为图利，我只图一件事。等老了，有人问我这辈子做了什么，我能说，我帮助左大人收复了新疆。哈哈哈，雪岩，你这个商人不像是商人。大人，我这个商人也是您栽培出来的。雪岩，你放心在后方，谁胆敢在上海动你，你告诉我。大人，您保重。一山，西征路上，父子要煮6个时辰，少1个时辰毒性去不尽，灌下去就是杀人；多1个时辰药性流失，效果减半。6个时辰，差1分1毫都不行。师傅，我记住了。还有，石斛要泡软了再煮，不然药性出不来。黄精要9蒸9晒的，生黄精不能用。肉苁蓉切片要厚薄均匀，太厚了煮不透。2个半铜片厚度，差分毫都不行。6万人从宿州走到天山，从天山走到伊犁哈什噶尔，这一路会有多少人冻伤，多少人风寒，多少人疟疾，多少人受伤？咱们的药就是他们的命。小伙子，你是胡老板派来的？东家说了，越是干燥的地方，越是需要养阴清火，所以他让我们多备了2000斤上好石斛。替我们谢谢胡老板，这茶喝了就不再上火。大叔，您多喝点儿。东家说了，药材管够。吐鲁番克服，伊霍克夫，哈尔巴哈特收复，阿尔泰收复，北疆全境收复。雪岩，北疆已定。将士用命，器械精良，药材充足，汝之功不可没也。待新疆全境光复，吾当与汝共饮一杯。来人，送上海。胡老板，您欠我们私行的货款已经1个月了。我听说西征那边打得不太顺利，您这银子……我们不是不信任您，但做生意嘛，总得有个保障。您要是万一那啥了，那我们这些做小本生意的，可就要喝西北风了。东家，左帅捷报，北疆全境收复。北疆已经打下来了。诸位，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西征战事不利，富康要倒闭，你们听谁说的？胡老板，我们就是来看看您，没别的意思，不要误会。没别的意思就好。诸位请回吧，约定期限的银子货款1文都不会少。做生意讲究的是信用，我胡雪岩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什么时候短过谁的银子？但谁要是再在外面乱传谣言，别怪我胡雪岩不讲情面。老爷，您刚才的话真解气。不是我的话解气，是左帅的捷报解气。传刘锦堂。大人，有何吩咐？英国人想倡议议和，我们不能等，南疆必须速战速决。3天后，
打喀什。大人，3天太紧了。弹药充足，胡雪岩运来的那批货够打3场战役。斥候3天前就出发了，明天应该有消息回来。各路兵马已经在路上了，最晚后天全部集结完毕。3天后，打喀什。末将领命。传令下去，南疆全境继续推进。阿古柏死了，但他的部下还在，残兵败将还在，不能停，一停就可能死灰复燃。打到伊犁河边，打到国境线上，打到没有敌人为止。告诉胡雪岩，南疆平定了。老爷，南疆打下来了。四姐，左大人赢了。您也赢了。罗斯病倒了，他操劳过度，气血亏虚。不才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罗斯病倒了，你赶紧去看看。东家，罗斯太太这是积劳成疾，光吃药不行，得补，身子长久亏虚，药治不如食补。我给她熬一料玉灵膏。好，要什么材料，我让人去买，最好的，不管多少钱。师傅，这要蒸多久？24个时辰。这么久？桂圆肉，温而不燥；西洋参，凉而不寒，一温一凉，一补一清。蒸24个时辰，火气去尽，药性相融。四姐，你差点把我吓死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办？老爷，我不会倒下的，倒了您的账，谁管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筹措西征军需，牢记着注。着赏穿黄马褂，赐2品顶戴，钦此。臣胡雪岩，谢皇上隆恩，谢太后隆恩。欲兴我家，岂为顺儿乎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别丢了富康的脸。有灵兄，叫我雪轩。雪岩，你这个商人不像是商人。青云、剑云，你们爹走的那天托付了我2件事，一件是替他告知天下，他带领将士如何血战杭州，为国捐躯，我做到了。胡叔，这些年若不是您，我和剑云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。青云，你的举人功名是你自己考出来的，我没有帮过你一分一毫，你爹若是还在，一定会为你骄傲。剑云，你不想读书就不读，做生意也是正道，行行出状元，只要你用心做，做什么都能成。这是我替你们存的2笔银子，青云的是给你进京会试的盘缠，明年是大比之年，你去试试。剑云的是日后做生意的本钱。胡叔，这银子我们不能收，这些年供我们兄弟读书吃穿这银子不是我的，是你爹的。当年他托付给我的时候，我一直没有跟你们细说。这20年，我替你们把这笔银子存着，今天连本带利，你们拿上。
好了，别在我这儿耽误了。青云回去读书，明年会试考完了再来见我。建云回药铺帮忙，你刘叔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去吧。雪轩兄，你的2个儿子都已成才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阿四，这个家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他忙起来不要命，你得替我看着他点儿。大娘，您放心，还叫大娘。娘，好，好，去吧，别耽误了吉时。夫妻对拜。恭喜胡大人，贺喜胡大人。四姐，这东西跟了我几10年了，从上海到宿州，从宿州到天山，从天山到杭州，我走到哪儿，它跟到哪儿。老爷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，这布都旧了。有些东西永远不能扔。这酒泡了300天，可是我等了你几10年。老爷，这辈子如此就够了。雪岩，西征这一路，从宿州到伊犁，从借款到购械，从运粮到送药，你虽未上阵杀敌，但功不可没。大人抬棺出征，没有大人就没有新疆的收复。这一杯，我敬大人。雪岩，你这辈子值了。是啊，大人。你这个商人是我见过最好的商人，也是我见过最不像商人的商人。您这个统帅是我见过最好的统帅。雪岩，保重。大人，您也保重。老爷，风大，该下去了。四姐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记得，望仙桥头罗家药材铺，您来送盐票，嗓子是哑的。你递给我1包石斛，我说胡先生嗓子哑了，这个石斛拿回去煮水喝。我当时想，这姑娘胆子真大，我还没问诊呢，就给我开了药方。我当时想，这个跑街的嗓子哑了还在跑，怪可怜的。四姐，一转眼你我都60岁了。四姐，这辈子有你是我的运气。娘，您怎么上来了？这楼高，风又大。我还没老到走不动，在屋里闷了1天了，想上来看看。好看，和徽州的山水一样好看。娘，您想老家了？顺官，你在哪儿，娘的心就在哪儿。一声呼惊醒了晨光，露珠轻轻落在河上，水乡寂寂的山坡上，一个放牛娃，他遥望着远处的山，不知道山那边究竟是什么，但他要去看看。
去看看这广阔的天地和世界。